这是我一个朋友负责监控项目改造，眼看快要验收了，但是这些监控出现了一种小状况，只要一放大，画面直接就黑屏掉。期间他也找人过来维修，但越修状况越多了，所以就把我喊了过来，看看能不能解决。你看，像这个主要是出不来，像这种黑屏，主要出不来。对，并且延时很厉害。你看，像这个有几个就不怎么延时，有几个就比较延时。大概看着，确实出不来。你等一会儿它会出来吗？啊？等一会儿它会出来吗？看的是这个人，打开看着，放大。放大是吧？对，这个放大。等一会儿。等一会有时候能行，有时候行不了。无网络视频。哎，全部无网络了？怎么全部无网络呢？我？什么情况？这里还有啊，上面的还有啊。当时我们什么都没动，监控就齐刷刷的断开了，只剩下个别的画面，所以只能去他们主交换机那边看一下是什么情况了。没有动啊，刚刚。这个就是他们的核心交换机了，3台录像机都接在交换机上。当时我就判断这交换机可能存在环路，所以就打算拿电脑来试下。但是就在这时候，监控又自己恢复了，又正常了。之前有这种情况吗？没有，今天刚刚出现，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。对呀，这个现在摄像头现在两个冲突了，这个 IP 冲突在这里，要把它那个，你看这里都延时很厉害了，你看到没有？哦，我看到了。看到，哪里？打开放大，那个放大。放不大，这个放不大。放不大。对，还有那个现在就是说有两个那个。哦，我看到了。有两个 IP 冲突，等一下要把 IP 我设置一下。放大试一下那个延时的。延时的放不出来。延时的放不出来。放不出来。这2台录像机的画面全部是黑屏。你看，那里有2个摄像头是 IP 冲突的，要把它那个一下。行，我看看什么情况吧。先上电脑。其实我感觉这不像 IP 冲突，更像是哪里出现了环路，所以我就用电脑将去，然后打开设备搜索软件，先看一下能收到多少个像头。能收到68个。对，68个，但是有2个它是以前的，你看一下，应该是以前的是那个。没有，68包含了录像机。68包含录像机是吧？对。腰网段的，全部都是腰网段啊。全部都腰网段。3台录像机都腰网段。当初他们设置我也不知道。起初还以为3台录像机都是不同网段，结果都是一网段，所以我就给电脑设置了一个一网段的 IP 地址。设置完毕后就开始拼摄像头。你这延迟太高了，这延迟高达200毫秒，这已经不属于正常了。一般监控延迟应该在1、2毫秒才对，如果超过10毫秒就要留意了。所以现在初步判断可能是哪里环路了，或者是哪个节点的交换机它带不动了。这边我又看了其他摄像头的 IP， 然后接着继续拼。我这边尽可能的多拼几个，后面你们就知道多拼几个的妙用了。32正常啊，延迟还不一样，一个100多，然后这个200到300，然后这个只有几十。通过拼这4个像头，我就大概了解了它们的布局。延迟1毫秒的像头，应该只经过了1层交换机就到了这核心。那些延迟高的像头，可能是经过好几层交换机才到了这里。所以我就拔了3台交换机，让全部交换机停止转发，然后再看一下延迟是否能恢复正常。这3台看下延迟，这延迟突然就好了。你看，一拔了以后，延迟全部正常了，全部变成1了。之前几百、100-200、200-300的全部变成1了。看来和我想的一样，这交换机带不动，所以这边我就只接1台录像机，看下延迟波动会怎么样。看下延迟，这延迟没什么，目前只接了1台，去看一下正不正常。你这个放大试下，现在随便放大。
OK，放，都可以。随便放，都正常啊。嗯，那不管了，这个现在都正常。都正常。现在只接一台录像机，画面就都正常。那么我再接一台，看下画面还正不正常。看下2个录像机，那效果会怎么样？2个录像机这样去的，丢包了。第2个一接上去，这个正常，这个丢包开始延迟。第3个也出现了明显的延迟。看来那交换机最多只能支持1台录像机，接了2台录像机，它就会出现高延迟的情况，更别说接3台了。所以我得去另投交换机，看一下它用的是什么型号。但是现在问题来了，恒星交换机上面的网线都没有标签，我朋友也不知道哪条是主线，因为这个是之前遗留下来的，他刚接手这里，所以我只能一条一条的拔，通过看拼丢包来判断哪条是主线。哦，那条是我电脑的。再拔啊。再拔吧。我估计是这一条。再拔。再拔。就是这条。这条干嘛的？这是主铅了吗？应该是。这条一拔了，全部断开了，那就找它另头，查它另头。问题的源头在这里，其他的全部插上去吧。这一头到哪的？这头找。接上去吧，寻下去另头，接上去。你怎么这么烫啊？太阳晒着呢。寻线吧，去吧，去它另头。这条是到这里是吧？对。我看看。到了这里，网线就找到了，但它接的交换机并不差。按理说这个型号接60个像头，交换机还是能承载过来的，所以我感觉故障点应该不在这里。正当我准备去下一层交换机检查的时候，一个好习惯就让我找到了真正原因。接上去。你这打的不对，等一下，我看到他跳的是2、1、3、5、4、6、7、8，你可能问题是在这里，网线的问题，网线打错了，它没办法长距离传输，不是这种啊，是吧？看看，我看看对下线序。这个没问题，再看看这个。可能就这个问题，直接打个水银钩就全部解决了。查价他的问题。哇，你这种故障真的是。这个是哪个师傅打的？没有，不是这个，你这个是对的，这个肯定是这个错了，拆下来看一下。他那个这个怎么拆？直接螺丝笔，然后把它拆了。那我看告诉他。他这样打错了，确实影响监控。你这种话影响哦。考虑过环路，考虑过交换机带不动，但是没有考虑过网线打的不对。有意思。我们后面拆片下看了一眼，发现配线在这边是对的，那应该是他另头出了问题，所以我们就拆他另头看了一眼。这线序对吗？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不管是 A 类打法还是 B 类打法，面板确实是打错了，所以这边我就重新打一遍面板。OK。行，去那边看看，应该是一切都正常了。对线都正常。OK， 一切正常。对线确定没问题后，就接上交换机，看下所有的监控是否都正常了过来。现在不像以前那种卡了。现在画面不卡了。现在你看这个画面已经流畅了。看到了。阿姨在那里做事，画面流畅了。我现在去看它读秒。主要看它读秒怎么样。不卡了嘛。完全正常，这个应该。这个先不用放大，缩小一下。我看它读秒，看见没有？读秒正常了。这个读秒也正常了。这读秒随便放大试一下。放大。直接就可以放大了。对，这 OK 了。
还流畅，画面流畅。其实他们之前画面放不大的原因，就是摄像头一直存在故障。我们仔细看它的读秒，没有任何变化，就能知道画面已经卡死了。只不过小画面码流比较低，所以断开几秒也不会黑屏。虽说是找到了原因，但故障却没有彻底解决。因为我们发现第3台录像机放大仍旧会出现黑屏。本打算一起讲完的，但后面越维修越发现，第3台维修的麻烦程度远超过了现在的故障，一期根本就讲不完。为了保留更多的细节，只能放在下一期慢慢讲了。好了，下一期再见了。